民法典，让法律 easy 点，让烦恼少一点。老板，最近有人寄信给我，说我侵犯他的著作权就用那个 AI 绘图嘛，很有名的那个 Midjourney 软体嘛，然后呢，我就用那个来做很多图，可是我最近就收到那个有人说我侵犯他的著作权，然后要我以后不能在那边做图。哎呦，这样也侵犯著作权吗？哎呀，我想起来，好像有一个很知名的这个作家艺人，就吴淡如，好像也发生过事啊。哎呀，我们这个真的是法律很头痛啊。那遇到法律很头痛的问题要怎么办呢？民法典，让法律 easy 点，让烦恼少一点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个真是大烦恼了，因为最近大家呢，真的委员都用 AI 绘图。是啊，这个其实不只是这个著作权啊，还有包括人书啊，这个很多人生成很多的文档，那个文档的版权到底也是属于谁的？之前吴淡如这个作家他也遇到类似的状况啊，那他当时是在这个脸书分享这个所谓电脑绘图的作品啊，他有设定参数啊，他等于是让电脑去绘出那图，所以他觉得是他的这个所谓的画作。但后来呢，这个有被网友给延上啊，那延上5天之后，后来吴淡如就态度就软化，然后在社群平台上道歉说，哎呀，他的用词确实是有误了哈，然后他也愿意就是对这一些这个被他封锁的网友做这个赔礼啊，然后他就道歉说了哈，以后不会再用电脑绘图4个字，改用人工智能生成啊，那引起巨大的风波，抱歉。那到底 AI 智能生成图片，还是所谓的 AI 人工绘图这样的一个东西到底是有没有版权？因为在我们的想想，那就电脑自动产生的啊。这个其实类似的案件在美国早就已经有这个判决出来。好，那我们看到 AI 的这个运用呢，在现在其实非常非常普遍。ChatGPT 不是也已经有帮这个学生写作业，对不对？然后呢 ，ChatGPT 也有帮这个银行对于这个金融的方面的服务，它也已经运用上。所以，当我们的社会呢，如果不能跟的这个时代与时俱进的话，它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。那原则上面来讲，法律呢是解决人跟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透过 Midjourney 来这个绘图，然后产生这个图的话，那到底有著作权还是没有著作权？那我们就应该先从原来著作权的保护，它的概念是在哪里？它概念是要保护你这个原创者，因为透过你的这个创作呢，你生成了一个这个不管是图档也好，或者是这个文字也好，哈，林林总总，是因为你的原创，然后因为你的这个独立的一个作业出来，所以它要保护你这个智慧的一个结晶。可是呢，当你碰到这个 AI 的这个生成的时候，它的问题就来了，因为著作权的可以拥有它的只有2种，一种就是自然人，所谓的自然人就是我们这种 nature 的这个个人，另外一个呢是法人，法人就是像这个公司行号啊，这个组织是法律上给他拟成他是一个人，那AI 它是一个机器，它既然不是自然人，也不是法人，那它可不可以拥有著作权呢？它是不可以拥有著作权。所以当用这个绘图软体刚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在使用绘图软体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呢，大家就觉得就是说，这个虽然它这个 AI 生成的这个图片，但是我给它下的指令啊，那我给它下的指令的话，这个跟我用 iPad 上面去这个绘图出来的话，那我单纯的用 iPad 就不行了吗？我用电脑的上面去绘图，然后它就不行了吗？其实不是啊，其实应该来讲呢，它是分成2种。有一种呢是讲说，你其实就是跟他讲说，我喜欢我要一个这个小房子，它在高山，然后这个非常清幽，然后雾蒙蒙的。当你是这样子给他一个指令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实际上面有这个创作？没有，你创作的元素是非常非常少的。你只给他文字而已。对，你生成的是电脑 AI， 它用它的演算法之后去出来的一个图像。好，那我们看到在美国的这个案例里面呢，它透过 AI 去生成这个图形的时候，生出来的图形是有，比如说有4个图形图档，然后让他去选他这个比较喜欢的是哪一个图档。可那个是不是他自己一个独立的创作出来？不是，它是一个透过这个 AI 的演算法，它里面已经有的 data
在里面所生成出来的。所以美国的法院呢是认为，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，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给指令，然后你并没有实际上面的去创作，因为它缺乏了这个原创性，像这样的情况，他就认为你并没有享有这个著作权。对啊，但是如果说不是啊，你是先给他AI 生出来一个草图。啊，你说，我大概这个房子的位置要在哪里，山要在哪里，雾蒙蒙大概是怎么样？然后出来了一个草图之后，是你自己去绘画完成的话，那它就未必，它就不生成。这情况很细耶。它有2个因素啦。如果在美国法之下，它是2个，就是说，第一个是不是你具备的原创，你有这个创作。它叫做 original work 就是原始的工作。这个第2个呢，它 independent create， 就是说你是独立创作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那它才给予你这个著作权保护。大家记不记得美国呢？当时它从 AI 绘图的这个第一部的这个作品出来的时候，原来它送美国的这个申请的时候呢，原来的主管机关它是给它这个著作权的。后来发现说，不对啊，它这个是用 AI 生成的这个部分，所以他就把他的那个著作权部分，他把它踢掉，因为它不符合他美国法之下的著作权所允许的。那回到台湾呢，你刚刚前面提到吴淡如的这个案件里面，你知道大家在申请 APP 的时候，里面都会有这个 term and condition， 就是说你的同意它的这个使用条款。然后你要同意，你才能够这个 APP 它才能够装置上去嘛。那里面的使用条款里面每个 APP 我要鼓励大家，虽然你只有权利这个同意，否则你申请不到，但是你还是必须要进去读一下，因为你会知道你的权利义务。那在 Midjourney 的这个权利义务里面，他就讲得很清楚，他说呢，如果你是使用我这个软体来绘图的话，那你绘图所生成的图的话，你享有的权利，你会无偿的授权给我这个绘图软体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这个绘图呢，这个 AI 的绘图，它是based on它里面的这个 database， 它里面的这个资料库它去运用它的这资料，所以美国才会讲演算出来的形成的一个图档，并不是你真正的创作出来的那所以呢，我们讲说，即便当你在使用这样的绘图软体里面，那你也同意了，然后才会到这个你享有这个软体可以去运用的一个情况之下。你这样子的绘图呢，先不管我们刚刚讲说有没有符合这个著作权取得著作权的规定，就算你拥有著作权的一个情形呢，那你这个图呢是价值，比如说100万或者是上亿的这个图，因为它实在是的确可能非常好那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别人出来了，可能他也使用 Midjourney， 他给的指令呢，带跟你也差不多这个情形，青山绿水，然后小溪什么东西的，然后出来一个图呢，跟你的图很类似的情况之下，你是没有办法去跟那个后来生成图的人说，你侵害我的著作权，因为呢，我出来的原来的原图呢是这样，你跟我的非常非常类似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在这个绘图软体里面呢，它的 term and condition， 它里面的使用条款上面，你已经授权给这个绘图软体呢，它有再授权它的成员使用它软体成员的这个权利，所以你在即便我们讲说在法律上面来讲，你享有著作权，假设啦，你符合，比如说我们经济部主管机关经济部制裁局，然后他认为说，你今天使用这个绘图软体，你还是有创作在里面，只是你把这个绘图软体当成一个工具，就有点像你用 iPad 或者什么东西去画的时候，它只是一个你的工具而已。在那样的情况之下，但是如果它的 term and condition 里面有我刚刚前面讲的类似的，你已经授权给这个软体，它一开始就写在条约里面，因为你启用的时候你就同意了嘛。没错，对。如果纯粹 AI 图出来的话，那依然是不享有著作权的。依照目前美国的一个判例来说，他美国判决里面，他其实讲的蛮清楚。他的重点认为说，第一个 AI 呢，它不是人，也不是法人，所以就算它是透过演算出来的，它也不会享有这个著作权啊。那般的，你有含你的故事、你的创意在里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的原创性就会出来。那个情况之下 ，AI 呢，它就是不是这个图的
真正的这个创作人，而是它变成了你的一个工具的话，那这个时候就会有著作权。对，这个时候它没有著作权 ，AI 没有著作权，是你有著作权，你就会有著作权，你有著作权哦。所以其实跟你做设定的内容是有很大密切的关系的，非常，你就有可能，但我们不是说100%，你将来你就要去主张说。这个它只是你的工具，那个画面是在你脑筋里面已经既定的，而不是说 AI 透过它的这个演算自然生成的青山绿水，它可能出来，比如说像美国案件里面，它可能出来呈现的4个图。对，让你觉得说你哪一个比较符合你的那个就是 AI 生成的。可是如果你不是，你就是你对于你自己的构图，然后对于什么都有你自己的 idea， 它只是变成你一个工具的话，那个就跟实际上面不行。所以我们在讲说法律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哪里？是在它随着你的整个的这个事实的不同，对，然后它的结论就不同。你那个试管呢，看你的进去的元素。是多少？它的成分是多少？你出来的结果就不会是一样，所以你不能单讲说蓝加黄就是绿色，因为你可能蓝加这个红的话，它可能变成紫色，对不对？所以不一样的这个情形，不一样的元素出来的结果，它就不一样。如何的把 AI 作为一个工具？对，其实是主张著作权的关键。是因为我有很多朋友现在他是做那个行销公司的，他们现在大量采用 AI 在帮忙制图。是，那他们当然他们会把它再做后制。但是基本上他们需要那种高强度的 idea 创作的那种需求就下滑，对，他们花更多精力在做后续调整修补上面。对，那我们要提醒，就是说这些的这个朋友们哈，就是说在这样的场合之下，你的确是可以让它的这个 AI 的运用，让你的这个很多的流程呢是更快。但与此同时，你也要注意到说，对于这些东西呢，你比较难主张说你拥有这个著作权，因为它是 AI 衍生出来的东西。所以你不能够说，当你看到一个别人类似的时候，你就讲说，这个是我的创意，你侵害到我的著作权，就比较困难度会高一点。它取决于你是怎么样子生成这个成品的，它都有关系。这个屏东某大学做教授了，那他当时的状况就是他标了一个政府的标案，然后他去这个创意所谓的云豹的图案，然后他就跟人家其他图库的很像，可是现在更不用图库啦。我现在我只要说我要一只云豹，然后我要它看起来俏皮的，然后这个适合有点童趣的，好，那这样子，然后搞不好甚至就7、8种让你选，你只要付一点点的钱，然后你就可以让这个 AI 的那这个要小心哦，这个要小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像 Midjourney 这样子比较著名的这个软体哈，它因为它在这个软体生成之前，它已经跟律师合作过了，所以呢，在它的使用条款里面，它就已经保护到它的用户，所以里面会提到说，如果前面有谁用过我的这个生成出来之后，其他的我的这个使用我软体的其他人，他是享有著作权，将来他不会被告。可是呢，有一些的这个假设这个你的使用的这个 APP 啊，这些 APP 它的图档是从比如说我们讲 Hello Kitty 啊，或者是别的那个图档过来的，然后他跟你拿一些的这个费用的话，然后呢，你出去的一个图呢，你刚好侵害到 Hello Kitty，Hello Kitty 不会来跟你讲说，我是举例了哈，不一定是这个 Hello Kitty， 那他来讲说，你怎么可以用我的这个 Hello Kitty 的这个图？我是有这个著作权，那你没有办法的解释理由是讲说，因为我从这个那个某一个这个 APP 所取得的，因为它不会是一个借口，因为通常来讲，像有些像迪士尼也好或什么东西这些著名的，你其实都应该知道，这个其实是已经有这个著作权。当然我们也有讲说例外的情形啦，这个在很早以前，我记得我还很年轻的时候，我就曾经打过一个官司，这件事是我以前我从政之前的这个客户嘛哈，然后供应商也很多，他是就是一对这个熊啊，男熊跟这个女熊，男生的这个熊宝宝呢，他就是系着一个蓝色的蝴蝶结，浅蓝色蝴蝶结，女的宝宝他就系一个粉红色的这个蝴蝶结，然后呢，他就被美国的一个这个很大的公司就说，你侵害我的著作权，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可以做这个绒毛 stuffed animal 绒毛娃娃，好，熊的绒毛娃娃，然后呢也寄了一个
这个存证信函来，对，律师函来了哈。然后后来他当然收到之后，第一个因为我是法律顾问嘛哈，第一个他就通知我之后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现在立即下架。全省全部下架。那因为他是有美国的这个著作权的这个 certificate 哈，他这个证明他就过来，我就让你全部下架。好，他还是告呢。那告了之后呢，后来这个案子我们打赢了。我们打赢的理由呢，就是我跟观众朋友报告，我们在法庭里面呢，那个因为美国的那个著作权的那个证明书，它上面也有图片嘛。对。然后就是跟这个。男熊宝宝跟女熊宝宝呢，跟这个做出来的产品是完全一模一样的，所以很显然它的供应商其实应该是去 copy 的啦。我猜啦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因为做了一个保全的动作很好，因为我们在收到通知的第一个时间我们就下架。对，因为在著作权侵害里面，它有个要件说你要故意。对，你要故意，所以我们是去打那个，我们没有故意，我们在收到第一个时间，我们就立即下架。然后那个原来那个法官当然也很生气，说你这么大的公司，你为什么要侵害人家著作权？然后呢，我就跟那个法官讲说，熊不都长这个样子吗？熊不是都是长的这个眼睛，如果你那笑眯眯的时候，嘴角就是往上，那其他的不是鼻子也是圆的，眼睛也是一颗痘痘进去，不都这样？那你在表彰男性的时候，你就是浅蓝色的这个缎带啊，然后女性的时候就是粉红色的缎带。我说熊有长不一样吗？我说所有的熊，所有的 stuffed animal 都是长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后来呢，这个案子我们赢的原因呢，就是从没有故意没有故意，所以是过失的问题。著作权，观众朋友特别注意到，著作权呢，它是有刑责的。它跟你的那个专利侵害的时候，它没有刑责，只是说它的赔偿的那个责任很大，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形。有刑责的部分，我们看到像电脑软体啊这些有著作权，然后因为它有刑责的关系呢，常常对于公司的负责人来讲，它是很大的压力。刑责的部分，它一定是以故意为要件，除非法律有明文规定过失，比如说像过失这车祸过失致死，就是说有例外的情况，法条会写得很清楚，否则的话，刑事责任的部分都是以故意为要件。观众朋友一定要记得，碰到问题沉着应对，赶快找你的律师好友让他给你建议，这个很重要。我总觉得我们这系列做完，这个委员的律师事务所的生意会蒸蒸日上。但我有一个疑问哦，就是我想再深入问一下，就是说，如果说假设我输入的指令就是说我想要有一个像 Hello Kitty， 但是呢，我要让它看起来不一样。那这样子有没有故意去侵犯著作权？法官毕竟是第三人，他在决定说你有没有你的这个原创性，还是你去 copy？ 因为你如果讲说，我希望它长得像 Hello Kitty， 这就有点问题，因为什么？他可能会认为说你下的指令是说叫他去 copy 这个 Hello Kitty，所以我们在讲说所谓的原创性，就是说你是自己这个创作的，而不是去 copy 去抄袭的。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直接设定说，我要想有点像 Hello Kitty 的感觉，并不是一种刻意违法的一种行为。对，但因为你不能商用。对，因为著作权例外的情形呢，就是合理使用啦。合理使用的范围里面就会牵涉到你讲说有商用还是没有商用的问题。可是并不是说你任何人呢，只要你没有商用的话，你就不侵害著作权。别人的东西还是别人的东西。我常举一个例子哈，比如说你以前你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争议是101。对，大家去拍那个101的照片，以前嘛现在当然这个全球各地很多的这种超高层的这个建筑物，但是在101刚落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就曾经有发生，你如果 Google 的时候应该还看到，就人家拍照拍的这个101，然后后来不是被主张说你怎么可以侵犯这个著作权也好，或者商标权也好，然后我们讲说没有啊，照相是每个人权利，你走在那个信义路上面，你要拍街景，然后拍到101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，哪里有说这个不准人家拍你的情形？所以有时候这个对于这个智慧财产权的部分呢，当然第一个我们要尊重，但是你自己的一个创意呢，你还是可以充分的发挥啦。顶多就是说，当你不太确定你这个东西会不会有被这个
侵害别人的时候呢，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我刚刚前面为什么用实际的案例跟大家分享？你在第一个时间的动作做的时候呢，它等于是给你一个保护层，给你一个保护层。所以你应该在第一个时间，我还是讲说，第一个时间你要沉稳，不要害怕，然后找到这个合适的。那除了这个法院之外，很多的各个不同的这个民意代表或者是民众服务处，对，然后也有很多的法律的这个免费的咨询服务，这个观众朋友呢都可以去咨询，然后当然还是要注意啊，有时候不要叫这个眼科的医生去开心脏，所以每一个律师呢是有他的一个专业的哈，专业弄错的时候，可能这个给你的意见呢也不见得正确，这个是要比较小心。但是我觉得还好一点是在哪里？观众朋友现在其实很多网络上面的资讯啊，从网络上面呢，其实也可以去查、去阅读啊，来这个保障你的权利。我不是说网络上面的东西都是对的，但是呢，你可以多听、多看啊，然后可以多增长一下这一方面，多集结一些这方面的一个讯息嘛。对啊，我想这个管智慧财产权的就不见得会懂经济了哦，这个就是不能这个割稻菜的哦，这个不太一样的东西哦，不要凑在一起。好，所以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关于民法典的关于 AI 绘图到底有没有这个侵犯所谓我们这个著作权的问题呢，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啊。那最后还是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哈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我们会定期每周都来上片啊。我跟委员谈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这个稳定的来输出啊，不会像之前让大家有时候久等啊，怎么这个礼拜没上片啊？我们努力的来这个达成周更的目标啊。对，这个其实是蛮辛苦的哈。对，尤其现在因为还在选举嘛，对，大家很忙碌，对，大家非常非常忙碌，然后历史哥的节目也非常非常的广受欢迎，所以他的这个节目也非常多了哈，所以这个大家要凑在一块儿，能够跟观众朋友一起分享这个法律频道，对，也是有必须要突破的困难。对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接下来会努力稳定，努力输出。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给我们哈，告诉我们你想看一些什么样的主题。好不好？就我想，上次我们前阵谈艺人的部分，哇，回响就挺不错的哈。那今天当然聊到吴淡如的案件，我想可能大家也很有想法了哈。OK， 那我们就民法典下一期再相见了。我们谢谢委员，好，谢谢历史哥，谢谢观众朋友的观赏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一定要给我们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影片说明栏中记得去把它订阅起来哦，记得追踪哦，每周都会更新一集哦。那我们呢就在民法典上见喽，拜拜。